什么？陈道友也知道百花阳春诀的威力？明心神色微变，笑容为之一滞。据他所知，自己修炼的百花阳春诀虽然知道的人不少，但因为体质的原因，能修炼此功法的可算是凤毛麟角。故而此法诀真正神通知道的人可并不多。韩立微然一笑，正要说些什么，忽然神色一动，猛然抬手向后面的天空望去。女修见韩立这般举动，一呆之后随之望去，远处的天空根本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东西。此女黛眉皱了一皱，美目瞅了韩立一眼，脸上带出了一丝古怪之色。可是韩立根本没有理会此女，反而凝望着远方，面带一丝凝重。忽然他扭头对着金老怪大声说道：烈火道友，恐怕有贵客到此，我等还是出去相迎一下。贵客？道友说的是何人？一听韩立这话，其他人都愕然地望了过来，烈火老怪更是四下张望，有些惊异。韩立叹了口气，尚未来得及说话，金老怪这时面色一变，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向韩立原先张望的方向望去，接着吃惊地说道：的确有人来了，好强大的灵力波动，这好像是元婴后期修士。金老怪话音才落，远处的空中一声长啸冲天而起，接着醇厚清朗的声音从天外传来：太真门至阳登门拜访，烈火道友可在？是至阳上人，以他的身份怎么会到这里来？金老怪和诚信老者都是惊讶地互望了一眼，同样不知道三大修士之一的至阳上人为何来到此地，三宗之人可没有邀请他们呀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沉吟起来。天道盟可和正道谈不上什么和睦相处，但至阳上人这次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，因为他过来时身上强大气息并没有收敛，所以韩立才能在如此远的距离就轻易地感受到他的存在。走吧，我等还是出去迎接一下至阳道友吧。烈火老怪此处地主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其他人没有什么意见，他们也不担心至阳上人对他们不利，毕竟就算元婴后期修士，也不可能硬碰硬力敌他们所有人。众人一时间顾不得认主一事，全都从光照中打开了一个空洞，飞射而出，直奔远处的禁制大阵而去。不过在这路上，韩立感到了飞在自己身旁的那名古剑门女修似乎对他的兴趣更大，不时偷偷打量其不停。韩立心中冷哼一声，此女若是不知好歹，继续找麻烦，他绝不介意给其一点教训。到了大阵处，烈火老怪兄弟三人几道法诀打出，就让禁制让开了一条通路。结果外面一道惊鸿飞射而进，光华一脸，一名仙风道骨的中年修士出现在眼前。韩立一眼看去，道士皮肤晶莹，身背长剑，不是至阳上人是谁？至阳上人一现身出来，金老怪等人原本想过去见礼，谁想到道士目光一扫之下，立刻看到了站在一边的韩立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之色。韩道友果然在这里，贫道刚刚从鬼宗赶来，才知道道友竟然到了百巧院做客来了，这才急忙赶过来的。怎么，上人是在找韩某？不错，贫道原本是有要紧事路过西国的，可没想到在半路上就得到了消息，说韩兄安然归来，这不就立刻赶来一叙了。看来是韩某在那些坊时打听消息时被人认出来了。不过道友如此急着找在下，不是只想叙旧吧？韩立转眼间就明白了对方为何知道自己下落的原因，但仍然有些不解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几位道友，我和韩道友有话要详细加商谈一下，几位道友不会介意吧？哈哈哈，既然至阳道友找韩道友有急事，这当然没关系，我等就在下边等着就是了。烈火老怪干笑一声，满口答应。面对天南仅有的几名大修士之一，即使金老怪那样自视甚高的老怪物都没有露出丝毫不满，烈火更不会做出得罪至阳上人的事情。
当即一招呼其他修士就向下方飞去。程师兄和吕洛两人互望了一眼，脸上略露出了一丝疑惑。不过程师兄曾经见过韩立的神通，虽然惊疑，倒也并不担心什么，同样往下方飞去。韩立望了望下方落在地面上的众修士，才抬手说道：上人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智阳兄如此郑重的样子，倒让韩某有些兴趣。在说此事之前，我先多谢道友在坠魔谷中牵扯住一名蛊魔主魂的事情，否则让那蛊魔两魂合体，恐怕整个天南都麻烦大了。道友是想问那蛊魔主魂的下落吧？道友真是聪慧过人，这的确是我想询问的事情之一。智阳兄尽管放心，我能从空间裂缝中逃脱，只是侥幸而已。蛊魔主魂早在裂缝中被灭得一丝不剩，完全不用担心此事。贫道这就放心了，否则那逃遁的蛊魔必定还会回天南和主魂互相吞噬的。但主魂一灭，作为分魂肯定就马上会感应到了，估计在这里吃了一个大亏后，不会再回到这里了。智阳兄，那名占据了魔区的蛊魔分魂真的是如此厉害吗？竟3名元婴后期修仙者也无法灭杀？道友还是以那蛊魔在坠魔谷中的神通来看其实力的吧。哦，我倒听说此魔出谷后吞噬了不少修士的元婴，难道恢复了实力后，此魔真能厉害如斯？韩道友还不知道吧？此魔在最后一战和我们交手时，竟变化出来了3头6臂的神通出来，修为几乎立即暴增了1倍多，已经堪比化神初期的修士了。若不是我们3人事先在那里布下了一座禁制大阵，并还有10几名元婴中期的修士在一旁牵制，恐怕那一次灭魔之战奈何不了此魔。就是这样，我们3人还是不惜大耗元气，连施秘术，才在大战最后一口气斩掉了他2颗头颅、数只手臂，让其逃掉的。此魔如此强悍，怪不得道友怕他再和主魂合体。若真是再厉害3分，天南还真是无人能挡。可不是如此吗？好在此魔应该去了大忌了，此事自然由那些大忌的修士去操心了。韩立望了道士一眼，怎么觉得对方话语中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意思？看来这老道似乎对大晋印象不怎么好。少人既然说魔魂只是想问的事情之一，想必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不错，这魔魂之事只是附带问一下，这次找韩道友另有要事的。不过贫道还是先恭喜道友修为大进，终于进入元婴中期了。多谢上人谬赞，在下只是机缘巧合。我听魏道友提及，说韩兄弟身怀金雷竹法宝，可以驱使传闻中的辟邪神雷，不知此事是否当真？问出此话，智阳上人神色肃然了起来。韩立心中一惊，瞳孔一缩，瞬间沉默了下来。他不知对方问起此事究竟是何用意，但是稍一思量，就觉得拥有辟邪神雷之事现在也不是心密之事，倒也不用隐瞒下去。终于点点头回应：不错，在下的确有几件金雷竹法宝，道友有什么事情就直说，在下并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好，有道友此话就行了。韩道友能驱使辟邪神雷，那就是贫道所要找的人了。不过其中的缘由，因为事关重大，贫道就不能在这里和道友直接说的，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只能透露道友，此事非常重大，牵扯到整个天南修仙界，而且和最近在无边海出现的无名大漩涡有关。这话说的没头没脑，可让在下一头雾水了。不过道友应该是想找韩某用辟邪神雷做些什么吧？韩立眉梢不禁自动跳了一下，虽然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事情，但多半不会是什么好事，心中立刻警惕心大起。我这次出来只是路过云梦山，另有要事去办的，所以不能在这久待。不如这样，道友近期内能否去一趟麒麟岛？我和魏无涯还有合欢老魔都在那里，道友到了那里后，我们3人再细细将此事给道友道来。智阳上人朝下方的金老怪等人瞅了一眼，忽然平和的建议：麒麟岛就是漩涡附近新出现的那7座岛屿。不错，这7座岛屿环绕那漩涡4周，倒也真是难得的灵脉之地了。我们这3人这些年
可都居住在其中3座岛上的。至阳上人说起此事，竟长叹了一口气，脸带无奈之色。韩立心中一呆，看其样子，好像3人居住在这麒麟岛上并非心甘情愿之事。他心中数十种念头来回滚动，一口就拒绝了至阳上人的邀请。他还没有自大到这种地步，不要说3大修士声名赫赫，就是其背后代表的庞大势力，也让韩立不愿意和3大修士任何一个人交恶。但就这么什么都不知道的去麒麟岛，韩立心中也不愿意，面上不由露出了踌躇之色。韩道友尽管放心，这一次叫道友前去麒麟岛，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，也绝对不会让道友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危险之事，只是纯粹想借助道友辟邪神雷一用而已。而且即使贫道现在不邀请道友，半年后天南所有的元婴重期修士也都会接到我等3人联名发出的请函，同样要去麒麟岛一聚。反而若此次助我等一臂之力，道友下一次就可不必去了。至阳上人似乎看出了韩立担心，微笑着解释：既然至阳道友都如此说，看来此事真是十分要紧之事。那3个月后，韩某就去麒麟岛拜访3位一道。3个月时间有些紧，道友不能将时间提前一下吗？这恐怕不行，在下刚回宗门，这样有几件要紧事要处理，不可能马上离开落云宗的。好吧，3个月就3个月，也能勉强赶上了。3个月后，贫道和其余2位道友就在麒麟岛恭候道友大驾了。其实道友这次去麒麟岛，说不定还能有些意外的收获呢，甚至对贵宗都有些好处的。至阳上人大有深意的说完，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，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至阳上人却开口告辞。他将隔音罩一收，大声地向下方金老怪等人说了2句告辞的言语，然后化为一道白虹，掉头飞出了禁制大阵，离开了百巧院。韩立对其最后说的好处言语有些疑惑，但一思量之下根本无从猜起，就将此事抛之脑后，人向下方缓缓落去。